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上课喽。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3个小时，我们来上这个 energy generation in mitochondria and the chloroplast。也就是说，我们要去探讨这个粒线体跟叶绿体它怎么样产生出 energy。OK， 先回到 again， 还是回到上一次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大图，我们很快的 go through 一下上个礼拜所上的内容。第一个，我们就吃了很多的食物，所以在我们的嘴巴跟我们的这些消化的系统里面呢，我们会用物理的方式，比如说咀嚼，或是用胃壁的这些碰撞等等，或是食道的蠕动，先把它们慢慢的拉扯变成是比较小的pieces， 然后呢，也会用很多的消化这方面的酵素呢，把它们分解成更小的分子。一直到小肠这个时候呢，它就慢慢变成非常非常简单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它是变成 fat， 会变成 fatty acid， 跟 glycerol， 然后呢，多糖类它就变成 simple 的 sugar， 它才慢慢的可以送到细胞里面，然后protein 它就可以变成 amino acid，OK， 所以这样进到细胞里面呢，sugar 它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 glucose 进到细胞里面，它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个 glycolysis， 然后就会产生 ATP 跟 NADH。然后呢，会变成了 pyruvate 呢，又再进到 mitochondria 里面，然后慢慢的，那有1、2、3的 enzyme 在那边不断的一直转圈圈，然后它就会这边也会产生一个 NADH， 跟产生一些 CO2， 然后把它变成 acetyl-CoA， 然后 acetyl-CoA 开始呢，它就开始 citric acid 的 cycle， 这个时候会产生大量的 NADH，OK， 跟 CO2 出来，然后 NADH 就会进到我们今天要开始讨论在 mitochondria 里面。这个时候呢，它才会进行一个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才会大量的产生 ATP。原因是因为我们在食物里面所获得的这些能量，它其实可以转换成，它把它的这键结之间的高能呢，把它rearrange 这个键结以后呢，它就可以把这个能量，要么转换变成 NADH， 它就会带有这个高能的电子，可是它也可以转换成 ATP。可是 NADH其实在大部分的细胞里面是没有办法直接去使用这样子的能量，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是一个带有高能电子，不是其他的这些分子，所有其他的蛋白质或其他这些作用的这些事情，都可以直接接收这个电子，然后开始用它去当能量去做这件事情。可是 ATP 跟 NADH 它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它们都带有高的能量，但是 ATP它的能量是存在它的键结里面，它是把那3个 phosphate group 塞在一起，所以它的键结在这里面。当它水解掉那个键结的时候，它就可以让附近的这个 protein 呢可以去使用它。NADH 它是带了一个高能的电子，它只是释放电子，这一件事情不是所有的 protein 都可以去使用，不是其他的这些 enzyme 都可以去使用，所以大部分的细胞里面能够用的能量，直接用的能量的来源都是 ATP。另外一件事情 ，NADH 它等于几个的 ATP？ 记得吗 ？OK， 来 ，OK， 2.5个，对，所以 NADH 居然还记得，很厉害。所以 NADH 它的能量其实比 ATP 高的。如果你今天是释放 NADH 的话，它的能量有时候会太高，你反而是旁边的这些 protein， 第一个它也不需要这么高的能量，所以它就很多的能量就 lost 掉。你那个每末31千焦耳的这个能量，其实比较适合大部分的这些 protein 的 reaction。如果今天是再乘以 2.5 倍100-200的这样子，80-90这样子的能量的话，其实对于它来说能量都是浪费掉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NADH， 它是比较像是存在银行里面的一些能量，可是 ATP 呢是现金，它就直接拿来使用。所以所有的 NADH 最后都必须要转换到这个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然后转换成 ATP， 才会是给大部分的细胞可以去使用的一个能量的形式 ，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再回顾一下 mitochondria 它的结构。mitochondria 这个你们以前都学过，它有一个 outer membrane， 然后在 inner membrane，OK， 它是有多层膜的构造，然后里面的这个地方呢就叫 matrix， 然后这个中间 outer membrane 跟 inner membrane 中间的地方就叫做 intermembrane space。那下一张图呢，有看得到这个是用电子显微镜去做切片了以后呢，然后去染色，你可以看得到，有看到什么？ outer membrane 在那个地方，可是 outer membrane 有2层，对不对？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你仔细看到它是有2层，那个是我们的lipid bilayer 是不是有 polar head 跟2个 fatty acid tail， 然后就这样一层过去一层过去。这个染剂呢是一个电子显微镜里面很常用的一个染剂，它是一个重金属叫 OSO4 osmium tetraoxide。OK，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这个重金属它会很喜欢粘到这个 polar head 的地方，所以你就会看得到它是粘到这个 polar head， 你就可以知道一层 lipid bilayer 的厚度是什么，通常都是4或是5 nanometer 左右的厚度。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lipid bilayer。我们那个时候我念书的时候也有染过这个 osmi， 非常恐怖的一个超级恐怖的一个重金属染剂，它会锁在一个罐子里面，因为那个东西你只要吸到，它就会粘到你身体里面所有的 lipid， 这些 fat lipid bilayer 的这些 polar head， 然后你的整个呼吸道全部都黑掉，然后那个就要摆在 chemical hood 里面，然后你看到那个罐子，我们已经包了很几层，它自己都在那边黑掉，看过去就很恐怖。然后真的有人如果吸到，你就直接送急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电子显微镜的时候，它就要做很多染色啊什么。就是用那些重金属，然后就会很恐怖，对 ，OK， 它就会可以让我们看得到，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其实这样子，我们课本上面画的一条线，它其实是一个 lipid bilayer，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真的看到 lipid bilayer， 这是电子显微镜可以给你的 resolution，OK， 好，那你可以看到有 outer membrane 一样有 inner membrane， 然后 inner membrane 连接的地方是这中间的地方，进去的这个地方叫 cristae，OK， 好。那 cristae 的作用是什么？知道吗？我是不是有问过这个问题 ？cristae 的作用是什么？你们应该国高中有考过吧 ？cristae 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它要凹进去这些 inner membrane 要凹进去这些东西？来，增加表面积吧。对，考试的时候，那个是你们国高中的时候考试的时候觉得是这个样子。还有别的原因，我们等一下会讲，这是其中一个原因。OK， 那为什么要增加表面积？要用来做什么？它增加表面积，对 ，for what？ 就是你可以增加更多的空间，让电子传递链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增加表面积，那 protein 它有需要这么多表面积去做这件事情吗？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很合理？它是塞满满，如果你今天只有外围一圈的话，它会塞满满，没办法扩展开来，还是它是需要延伸进去，然后再增加这样子，然后它才可以够摊平那一些电子传递链。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不是很合理。OK， 你 protein 塞在那个地方跟摊平有什么差别？它塞在一起不是更容易作用吗？就像你那个123的 enzyme， 对不对？如果你靠得更近，你电子传来传去不是更快？为什么增加表面积应该会把它dilute掉，应该会让它更不容易一起工作这件事？因为你要1传2。电子传递有1、2、3、4，主要几个 complex， 我们等一下讲。2通常不会讲是电子传，所以是1、3、4，它通常就这样一直传下去。那它应该要靠得很近才对，它应该要更浓才对。你增加表面积，其实反而是对我来说是一个不 make sense 的事情，但是它有别的原因。OK， 好，那另外一个呢 ，outer membrane 在这个地方，它其实外围的地方呢有很多的一些 channel， 这个 channel 的洞其实蛮大的比如说。它就有一个 protein 叫 porin， 这个 porin 呢，它其实是可以让5 kD OK 的东西是可以自由进出的。5 kD 这个东西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你那一些什么 ATP、proton、ADP 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在 cytosol 跟outer membrane 自由进出的，因为这个洞其实蛮大的。OK， 好，但是 inner membrane 的洞就不大。Inner membrane 通常就不会让自由的东西，它上面就没有这些洞，所以它从 inner membrane 进来以后呢，才会让它跟 cytosol 之间是有隔绝开来的。不然的话，你一些小分子其实是可以自由进出，跑到 intermembrane space， 只要它小于5 kilodalton。OK， 比如说 pyruvate 就是一个小于5 kD 的一个东西，所以它是可以自己就可以靠扩散的方式呢，可以到intermembrane space， 可是它再跑到 matrix 里面，它还要再经过 inner membrane space， 还要经过 inner membrane， 那个时候它就需要别的 protein 去帮助它。OK， 就比如说 pyruvate、translocator 等等这些东西就可以帮助它送进去。OK， 好，那在这个地方大家先有这些概念。那我们常常会在课本上面看到 mitochondria 长这个样子，这细胞核然后 mitochondria 长这个样因为它常常用一个切片这样的方式让你看到这里面的cristae 等等这些结构，所以很多时候会问是什么，就说 mitochondria 长什么样子，它就是一个半蹲的蹲式的马桶，而且还是橘色，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把 mitochondria 画成橘色，所以
很多大三的学生就说它是一个橘色的蹲式马桶，对，可见真的有很认真看课本上面图。但是其实你真的在显微镜里面看到活细胞是长这个样子，这个就是蓝色的是细胞核，然后这个地方每一条就是一个 mitochondria， 所以细胞里面常常会有 depends 不一样的细胞的 cell type， 它可能会有几百个或者几千个 mitochondria 都一直在细胞里面。OK， 那这些 mitochondria 呢，其实它会不断的，我们在上一次的第一堂课 super resolution microscopy 的时候有提到，他们会不断的进行，它是非常非常 dynamic，OK， 它不断的进行 fusion 跟 fission。fusion 呢，就是比如说这两个 separate 的 mitochondria， 它会 fuse 在一起，变成同一个 mitochondria。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这一个是一条，这个它原本的这个显微镜呈射的是这后面这一个地方，它有点像铜板的印刷，这是可见光的一种显微镜，然后他们是用所谓叫 DIC。你们不需要去记这个，反正它就是一个铜板，它会让你制造出变成有立体的感觉。所以今天看到每一条这个都是我刚才提到那个红色的那个 mitochondria，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个 separate 的 mitochondria， 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可以 fuse， 然后做 fusion， 然后变成是同一条 mitochondria。那同一条 mitochondria 呢，过一阵子它也可以再拔开来，所以它就不断的一直在结合，拔开来，结合，拔开来，结合，拔开来。OK， 那常常大家会去问说结合什么意思？拔开来什么意思？那结合比较好还是拔开来比较好？那结合会对 mitochondria 的功能比较好，还是拔开来对 mitochondria 功能不知道 ？OK， 就各说各话，因为实验都是人做的。那我们常常会有很强的 bias 是什么？就自己已经有很强的心证，就是说你通常我们做一个实验很长的设计中，我们取一个正常人的细胞跟病人的细胞，然后想要看 mitochondria 会不会在这里面有扮演什么角色。如果你看到所有的事情发生在病人的细胞里面，而不发生在就是你假设你今天看到有一件事情只会发生在病人的细胞里面，不会发生在正常人的细胞，你一定觉得那个是坏的，然后你就开始觉得它可能是治病的原因。OK， 所以有些人就在某一些疾病里面看到，哇，它跟正常人细胞比，它的 mitochondria fusion 的很严重，所以每个都超级长。OK， 所以他就觉得 mitochondria fusion 过度 fusion 呢，会导致这个疾病。可是又有另外一组人呢，在别的疾病又看得到，在病人的细胞全部都碎碎的，全部都小颗小颗，他就觉得那个 fission 是很严重，所以他们才会全部分离开来。他就觉得因为 fission 才会导致这个疾病，所以就各说各话，就最后只能说什么，你过度的 fusion 或过度的 fission 都会不好，就是已经不知道怎么讲。那我只能跟各位讲，它的 fusion 或 fission 究竟代表什么样的它的功能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没有定论，现在还是不知道。或是甚至就没有差别，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要一直 fusion 跟 fission。OK， 好，那可以看得到 mitochondria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 DNA？ 这些 DNA 呢不会自己飘在 matrix 里面，它都会粘在 inner membrane 上面，它都会一直粘。它是一个 mitochondria DNA 是环状，它就会一直粘在这个 inner membrane 上，所以它没有乱画，它真的会粘在那个地方。然后fission 的时候呢，内膜外膜都会一起分开，它就是完全 separate 开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底下是一个刚刚fission， 然后被电子显微镜固定，然后刚好切到，它就已经全部 separate 开来，这中间都已经隔开来的一个非常刚好的一个，就是在那个 moment 分开来。这个 fission 可以发生的瞬间呢，可以在5秒钟以内，它并不是这样慢慢拉，慢慢就5秒钟，或者它 fusion 也是那边磨一磨就粘起来，就5秒钟，可以非常非常快。OK， 所以刚好切到这个也是万中选一的一个电子显微镜的图。OK， 好，那fission 呢有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绿色的是内质网，然后这个紫色的是 mitochondria。那他们要 fission 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们科学家发现说，这个ER 会把它绕起来 ，OK， 然后绕起来把它捏一捏的时候呢，这附近它可能会做一些 modification， 这是我们不知道。最后呢，就会导致很多的跟 fission 有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 protein 叫 DRP1。DRP1 呢被活化了以后，它会形成这样一个 oligomer 的状态，然后环绕在这个地方，然后 trigger 所有的需要 fission 的这些事情，最后它就把它拔开来，变成2颗在这个地方。OK，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看，这是我们实验室拍的一个 mitochondria 的活细胞的影像。
那我们常常会讲说，当初觉得 mitochondria 是一个不小心被吞进去的细菌 ，right？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讲一个叫内共生假设，就是说它是当初一个会产生 energy 的一个原核细胞，然后不小心掉到我们细胞里面，然后最后它就变成共生在一起。我觉得这件事情感觉是真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样？如果你今天去看一个细胞，它的动态的话，它长得超级像 E. coli， 它在我们细胞里面动来动去一样，超级像 E. coli， 超级像一个原核细胞，连 size 都很像。通常一颗细胞是直径是10到20 micrometer，E. coli 差不多就是1 micrometer。那如果你今天仔细看，这样子就是差不多是一个 E. coli 的 size。OK， 而且它 E. coli 呢扭来扭去的样子，跟它长得超级像。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在细胞里面活细胞的影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 mitochondria 随时随地它就是这样一直扭来扭去。OK， 对，然后我们旁边还有搭配染这个 microtubule， 所以它就会这样一直扭来扭去。你在某一些，比如说有的时候还不这么好找，这一颗，它就会分开来。Mac 不知道为什么它。最近它开始重复播放 video 的时候，都会开始卡住。有看到这个地方，咚，它本来是连在一起，然后就扯开来。这每一个 interval 是5 seconds， 所以这是很快。或者说这边也是可以 fusion 在一起，都会是非常非常快。然后它就是不断一直在扭来扭去，就像 E. coli 一样，就像一堆虫，随时随地都是在那边扭来扭去。OK， 好，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分析 fusion 还是 fission 呢？有几个方法。第一个就是用眼睛看，像我们实验室就是叫学生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开始算说每分钟有几个在 fusion， 每分钟有几个在 fission， 类似这样。但是有更量化的做法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用这个 protein 呢来做这件事情。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其实现在很多的 protein 它的组成是什么？从 N 端。然后一路开始好多个氨基酸，然后变成 C 端 ，right？ 然后 protein 呢，它其实各自的功能，它有所谓的 domain， 它都有所谓的功能区。你今天其实是可以把它们不一样的蛋白质从 N 端跟 C 端，它的 C 端还可以接别人的 N 端，然后像乐高一样组起来，所以它就会带有像是一个项链一样带有不同的接在一起的不一样蛋白质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假设这边是 N 端，然后它有很多的氨基酸，然后 C 端再接这个红色蛋白质的 N 端。接在一起，它们变成同一个氨基酸链，可是它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自己折叠成它有功能的灰色的蛋白质，然后连接过去，它又会被自己折叠成红色的一些蛋白质，然后再一直过去又变成这个绿色这个蛋白质，所以它各自可以像乐高一样组起来，带有不同的蛋白质，而且呢，他们会是这个人跑去哪里，这其他人因为它连在一起，它不会被切断，所以它就跟着跑去哪里。OK， 那这个地方我们是放什么东西？我们是放一个 mitochondria 的 membrane protein。它就会在 outer membrane 上面一直流来流去。你们应该之前那个林玉田老师的课有学过 membrane protein， 它是可以在一个 membrane 上面是可以所谓的 lateral diffusion 横向的移动 ，right？ 这是不需要能量 ，OK？ 好，所以呢，这个 protein 呢 label 好以后，它就会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在 outer membrane 上面一直流来流去。然后呢，这个蛋白质上面还会接一个 red fluorescent 不是红色的荧光蛋白质，在这个 case 里面。OK， 然后呢，再接一个 PA-GFP。PA-GFP 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有提到，它是一个所谓叫 photoactivated 的 GFP， 平常的时候不会亮，但是你今天打了一个405的紫外光的时候，你会改变它的蛋白质结构，所以它就开始亮。OK， 所以你现在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这个红色跟这个 mitochondria 的 membrane protein 接在一起，所以你所有的 mitochondria 都会发红光，而且是一直都是亮的。所以你看到这底下的荧光，你可以看到这是一颗细胞 ，OK， 然后这是黑黑的地方就是细胞核，那个地方不会有 mitochondria 跑进，所以这个地方比较暗。但这样是一颗细胞 ，OK， 所以每一个 mitochondria 都会亮起来，因为它带有这个 protein， 然后带有这个红色荧光。啊，哪里听不懂跟我讲啊 ？OK， 可是呢，你今天在显微镜里面就是很难看得到这谁跟谁 fusion 在一起。这边所要用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如果两个 separate 的 mitochondria fusion 的时候呢？它们的 protein 就会从这个地方可以 lateral diffuse 到另外一个 protein， 因为它们的 membrane 的 pool 连在一起了，它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跨到另外一个桥上面、船上面。OK， 那
红色它早就已经彼此 fuse 来 fuse 去，所有的红色都有。但是我们今天要用一个 local 的光去，而且是紫外光，比如说打在这个区域，所以只有这个地方的区域照到光以后，它的本来是暗的这个 GFP 会亮起来，所以只有这一群的 mitochondria 会 label 的绿色荧光。OK， 你 label 完以后你就停下来，你就不要再照 UV 光。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摆一阵子，然后不断的观察，如果他们今天这一群被标定了绿色荧光，这外面没有照紫外光的地方都是没有绿色的哦。但是你可以看到 total 的 mitochondria 在这个地方，所以它只有 label 中间这一群。然后呢，如果他们慢慢的跟周遭的mitochondria 有 fuse 在一起的话，这个 protein 就可以跑到别条的 mitochondria 上面，慢慢的它就会跑到外面来，然后最后你就会整颗细胞都会被带溜出去。这有点，如果我今天把它放大来看，是这样一个感觉。OK， 本来这有很多个 mitochondria， 我们就取一个密度比较低的地方，大家比较看得懂。然后呢，我在这个 mitochondria 上面打了 UV 光，所以它除了红光以外，它还会发绿光，所以它会是一个黄色的。而如果它今天跟这个人这个 mitochondria fusion 的话，它的绿色的这些 protein 就会跑到这上面来。你们可以看一下，沾到了以后呢，它的那个黄色就会跑过来。所以这本来这一颗的黄色的荧光，因为你今天铺更大了，它就被 dilute掉，它是不是就会亮度会越来越暗 ？OK， 你今天本来它只会在一颗 mitochondria 上面的 membrane 上面，它是这样的亮度，可是它又分成2张桌子的 mitochondria， 它当然就亮度会变1/2了。OK， 所以如果它们的 fusion， 你今天扩大到整个细胞，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一张图来看，你今天如果扩大到整个细胞的话，它们的 fusion 越快的话，这中间会dilute下来，dilute到其他的外围的这些它没有 label 的地方的这个速度就越来越快。那你只要你用软体去量这个地方的亮度的话，你就知道它掉得越快，就表示它们 fusion 是越快。如果它们掉得很慢的话，就表示它根本不会被扩散出去，根本不会dilute到它周遭的这其他的 mitochondria， 所以那个 fusion 是比较慢。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呢，你们就可以知道量化，知道说在比如说加药不加药，或者在病人或者正常人的细胞里面 ，mitochondria 的 fusion 是快还是慢，就可以给你一个速度。听得懂吗？听得懂吗 ？OK， 好。好，而且这 mitochondria 呢，它其实会跟着依照功能呢，会大量的累积在，为什么？我的头简报比上礼拜演讲就直接留在那个学校，害我现在一直跑来跑去。这个 mitochondria 它是一个提供能量的一个包器，它就会大量的出现在我刚才提到，它在每一个细胞里面的数量是不一样，在大量的需要能量的这些组织里面，它的 mitochondria 就比较多。比如说在肌肉里面 ，OK，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 mitochondria， 这是这个肌肉要收缩 Z-line 等等这些地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旁边就有很多 mitochondria， 它就要提供这些肌肉收缩的时候是需要 ATP 的，那这些 mitochondria 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什么 sperm 要游泳，它后面这个鞭毛的地方，你把这个地方放大来看，这个是鞭毛里面是 microtubule， 这是一个柱子 microtubule， 这是另外一个 microtubule， 它在那边摆动的时候也需要 energy，OK？那这个旁边呢，就是有很多的 mitochondria 也会在里面直接提供它 energy， 不然的话，你这个 sperm 根本没用，它不会游泳的话就没有用，就不孕了 ，OK？ 所以呢，它会大量的会出现在这些，这个就是你今天画成卡通图就可以看到这个 microtubule 的这中间就是核心，然后外围就包着很多的 mitochondria， 不断的给它们这些能量。好，那我们再回到这张图，所以呢。这个时候有点跟那个 overview 的那张图是反过来的。我们今天是 fatty acid 跟 pyruvate， 它会进到细胞，进到 mitochondria 里面，然后变成 acetyl-CoA，OK， 然后再 citric acid cycle， 然后呢 citric acid cycle 会作用了以后，它会产生一些 CO2， 然后也会产生 NADH。这些 NADH 呢就可以带有这个高能的电子，然后给电子传递链，然后他们就开始用这个能量，这你们以前都有学过，不断的 pump 这个 proton 到intermembrane space 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这个 ATP synthase 就可以用这个 proton 累积这个 proton 很多的这个当成是一个能量，然后再去让这个 proton 流回来，然后让它去把 ADP 跟这个
in organic phosphate group 呢变成 ATP，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 的这些作用的过程。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理解的一个概念是什么？这些东西究竟可以进去还是不能进去？它可以穿过这些 inner membrane 还是不能穿过这些 inner membrane？ 第一个 ATP 如果碰到它是一个小的分子，它没有很大 ，OK？ 它如果今天要穿过这个 outer membrane 是 OK 的，因为这上面有很多 porine 是一种 voltage dependent anion 的 channel，OK？Whatever， 它是一个我刚才提到5kD 的东西都可以，它动的5kD 大，所以 ATP 是可以自由进出 ，ADP 也可以 ，OK？ 但是呢，到了 inner membrane 的时候，它就需要有一些 translocator， 比如说这 adenine nucleotide translocator， 它就可以去送 ATP 或者是 ADP 这样进出，不然的话，它一定要有一个专门去做这个的人，不然的话，如果他今天效率不好的话，你就看到这细胞里面一大堆 mitochondria， 可是外面根本没有 mitochondria。mitochondria matrix 里面一大堆 ATP， 可是外面根本没有 ATP， 就完蛋。OK， 所以有一个专门的人呢，专门在送这些 ATP、ADP 进出 inner membrane。那其实呢，刚才提到的 fatty acid， 它其实 fatty acid 我们那个时候提到这个 beta oxidative 的那个 pathway， 它其实也是要先转换成 fatty acid 的 fatty acyl CoA， 然后呢，最后还会变成这样子一个活化以后，它会有一个 translocase 在 inner membrane 这个地方才可以让它送进去里面。OK， 它不是一个自由，也不是一个自由可以进出这样子的一个分子。那 pyruvate 呢？其实 outer membrane again pyruvate 是一个小的分子，它其实也可以靠 porine 就可以穿过去，然后跑到 intermembrane space。那再经过这一个 mitochondria pyruvate carrier， 特别一个 protein， 它就叫 mitochondria pyruvate carrier， 它才可以送进去到这个 matrix 里面。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太重要，所以这些关键的运送的这些关键的分子的时候，都会需要有一些特别的 transporter， 就是 mitochondria pyruvate 的 carrier， 送进去以后，它才可以做这些事情。OK， 那给大家看一个 video。The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is a series of membrane-bound carriers in the mitochondria that pass electrons from one to another. As the electrons are transferred between the membrane proteins, the cell is able to capture energy and use it to produce ATP molecules. Proteins in the chain pump hydrogen ions across a membrane. When the hydrogen ions flow back across the membrane through an ATP synthase complex, ATP is synthesized by the enzyme ATP synthase. Oxygen acts as the terminal electron acceptor. By accepting electrons, oxygen is reduced to form water, a byproduct of the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All the high-energy electron carriers from the previous stages of cellular respiration bring their electrons into the chain. From this, the bulk of ATP from the entirety of cellular respiration is produced. A net of OK， 这个是你们之前有学过的电子传递链的一个怎么样产生energy 的一个 overview， 我们等一下会做更多的 detail。这个东西其实是错的，我们到后面会讲它错在什么地方。OK， 那我们先想到刚才这边有提到一个从食物 citric acid cycle 等等 glycolysis， 它有一个 NADH，right？ 那这个 NADH 上次有讲过，它上面的一个结构叫 nicotinamide， 这个地方呢，它跟碳跟氢之间呢，它就可以从 glycolysis 等等这些地方，它就可以带有这个高能的电子。然后呢，它可以当成是一个电子的 donor， 然后传递出去以后，它就会释放出变成 NAD+， 然后跟 proton 跟两个电子 ，OK。那这些电子呢是高能的，它就可以传递给在 inner membrane 上面的这些电子传递链的这些 protein， 然后让他们用这个当成能量去不断的 pump 很多的 proton 到 intermembrane space，OK。好，那就是主要是讲这个地方，就是 NADH， 它是从 glycolysis 或是刚才提到这些 pyruvate 等等，它会产生 NADH， 然后有两个高能的电子，然后它们这些电子传递链呢有几个重要的 protein， 一个叫 NADH dehydrogenase complex， 这是 complex 1， 然后 complex 2呢是另外一个叫 succinate dehydrogenase， 因为 complex 2它不是一个 proton pump， 所以它没有秀在这个地方，好吗？所以它通常来说我们讲电子传递链就
不会讲到它。OK， 所以这个是 complex 1， 这个是 3， 这个是 4。好，这3个人就是主要的 proton pump。那 complex 3呢是这个 cytochrome C reductase complex。OK， 然后 complex 4呢是 cytochrome C oxidase complex。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电子呢，就 NADH， 它会把这个高能电子传给这个人呢以后呢，然后它就变成 NAD+。这顺序一定是要这样，它没有办法倒过来，它顺序一定是要这样。OK， 然后这个电子就一路传过来，然后用这个当能量呢，它就会这个 NADH dehydrogenase complex 就可以 pump 很多的 proton 到 intermembrane space。OK， 你看到这个 overview 是长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电子还会传到另外一个electron 的 carrier 叫 ubiquitin。OK。然后 ubiquitin 呢是在这个 inner mitochondria 的 membrane 这个地方是自由的流动来流动去，它是一个 hydrophobic 的 chemical，OK， 它会流动来流动去，然后最后再传给它的 complex 3， 就是 cytochrome C 的 reductase complex， 它又可以用这个当能量去 pump 一堆的 proton， 然后再传递给 cytochrome C，cytochrome C 再传递给最后一个 complex 是 cytochrome C oxidase complex， 然后它又会 pump 最后的 proton， 然后最后它会把这个这一些东西呢变成氢跟氧，然后最后变成水 ，OK， 这样去作用的。那在能量上面来说呢，其实就是它今天用 citric acid cycle 等等，然后产生 NADH， 它会把这个电子呢高能的形式呢变成 NADH， 然后传递给这3个不同的 protein。一开始能量是高的，那它会用这个耗能，然后制造出所谓的 proton 的 gradient， 然后慢慢的这样一直增加 gradient， 所以那个电子的能量就越来越低，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没有能量电子，然后它最后是用最后一个complex 4呢，就会把这个电子呢传给这个用这个水，然后再一起传给这个用这个氧气，然后一起传给这个水，所以最后的product 是什么？就是 H2O 跟 CO2。那这中间我们又要进行很多的氧气，然后进行很多的要把这些NADH 呢 ，NAD plus 呢要转换回来变成 NADH， 它又需要氧气，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不断的呼吸，要有氧气，然后这个地方也需要氧气 ，OK， 它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种种就是我们需要氧气，然后再吐出 CO2 的这个原因 ，OK。好，那这些 proton 的 gradient 呢，就是你这边是 inner membrane 的mitochondria inner membrane， 然后呢，你不断的一直累积 proton， 你们之前应该林玉婷老师那边有学过，在 membrane， 它可以隔绝很多不一样的分子 ，right？ 那在 membrane 这两侧，它这个一个分子，它从一侧移动到另外一侧的移动的速度跟什么东西有关系？第一个，你们要回答吗？还是我直接讲？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我只要把这个挡起来。membrane potential， 对，那个是之后的事情，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但是概念上我知道你要讲什么。OK， 一个分子它什么时候会希望可以从这边跑到膜的另外一边 ，depends on 它这两边的浓度的差别。如果一个地方浓度很高，另外一个地方浓度很低，它就有一个 gradient，chemical 的 gradient， 它就希望可以浓度高的地方，它有一个 force， 不管它可不可以过去，但是它就是有一个想要过去到低浓度的地方的一个势，或者我们叫 potential。那另外一个还是什么？也跟 charge 有关系。如果一个地方有很多的正电，另外一个地方很多的负电，它就搞得自己像什么？像电池一样。这就是所谓的 membrane potential。它就会希望可以从正电，会希望可以跑到另外一边负电，到最后达到电荷的中和。所以一样，这个电荷也会是需要去考量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最后常常会电荷跟 chemical 的 gradient 都会一起考量，我们就叫它 electron chemical 的 gradient。那不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电子传递呢，就一直 pump 这一些 proton 过去，对不对？所以在 intermembrane 的 space 的地方就会累积，像这个地方就画，它就累积很多的 proton，OK， 累积在 intermembrane 的 space 的这个地方。那在那个地方呢，第一个它的 pH 值会比较低一点，因为 pH 的 definition 是什么？就是 proton 的浓度越高，它就越低嘛 ，right？ 所以它会稍微pH 值稍微低一点，而且它还会造成这个 electron chemical 的 proton 的 gradient， 这也是后来的这个 protein 可以用这个这个 potential， 然后来去产生出 ATP 的一个原因。不过在这个地方又碰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是课本上面没有讲的。我在看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太诡异了，这个地方不对。OK，proton 大还是小？
够小了吧，就轻啊。那你跑到 intermembrane space， 它为什么可以留在那个地方？它留在那个地方才会有 membrane potential， right？ 可是你觉得它可以留吗？你觉得它比5 kilodalton 大还是小？小，当然小多了。那这边这么多洞在这个地方 ，proton 留得住吗？留不住啊，它没2下就流到 cytosol 了。OK， 所以根本不可能产生 proton 的 gradient。那我们之前看到所有东西都假的吗？我们那些诺贝尔得主都是假的吗？没有，是真的，只是这个 model 讲的不够完整。OK， 这件事情呢，一定要发生在答案就是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在 crystal 里面。我们常常会话说这边是这样凹进去的 crystal，right？ 然后这个地方都属于 intermembrane space，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把它分成 intermembrane space 跟 crystal 的 lumen， 因为这个地方会锁起来，它有非常多的 protein 会把这个地方锁起来。OK， 锁起来以后呢，它可以让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封闭的、相对封闭的一个 lumen， 所以我们就把它 define 叫做 crystal 的 lumen 好了。OK， 那外面这一边最外围这一圈，我们就先叫它 intermembrane space， 这样比较好分别。它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它才可以在这个地方 crystal 的这个地方呢，会有比较才会累积，有办法去累积到 proton 的轨点。在最外围那一圈是没有办法的，因为如果你今天的电子传递链在 crystal 的这些 membrane 上面的话，它是可以行。如果在这一侧，就完蛋，做白工。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吐出去，这些东西挡不住，它就流到外面来了。OK， 有一些染剂可以染到在 mitochondria 里面，各个部位它的 membrane potential 的高还是低。好，就在这一张图，这是一颗很大颗的 mitochondria， 然后这外围这一圈呢，你可以想象成就是 intermembrane space 的地方，中间的这些栅栏的地方就是那个 crystal。OK。然后它可以用一个染剂叫做 TMRE， 这个染剂呢，如果今天它的 membrane potential 是强的时候，它就比较亮 ，OK， 然后它membrane potential 比较弱的时候，它就比较暗。那我们人眼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它是彩色的？只是因为它把它套色，它把比较亮的地方会变成是暖色调，比较暗的地方会变成冷色调。我们人眼对于亮度的敏感度没有那么强，可是对于蓝色跟红色等等的差异会比较容易看得清，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外围这一圈都是暗的，它 membrane potential 是很低的，就中间这几个栏位的地方呢，它是比较高的 ，OK， 而且不是每一个 crystal 它里面的浓度都是高的，每一个 crystal 有些高是有些低的，所以它变得是一个 mitochondria 里面也分成了很多 separate 的电池仓，好吗？有些地方能量是强的，有些地方能量是弱的 ，OK。那过去的研究呢，其实早就已经发现这些事情，它就是有一堆这些蛋白质，我不会叫各位去背这些东西，因为我也背不起来，好吗？就除非你去做这方面研究，不然的话，我觉得你不需要去背这个东西。他们就是一群蛋白质，然后有给它取一个MICOS，OK，Mitochondria Contact Site and Crystal Organizing System， 就里面的这一堆蛋白质，它会把它锁起来 ，OK， 所以你变成说这里面就会变得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你在这个地方的电子传递链才有意义。你如果是在这个地方的电子传递，比如说我如果今天考试，我电子传递链放在这个地方有用吗？没有用，它制造不出来 membrane potential， 那个地方的 ATP 也不会有 energy。OK， 或者我把 ATP synthesis 我之后会提到那个东西画在这个地方也是没用，它不会。我就问哪个地方它产生的效率比较好，当然是 crystal。所以 crystal 不是只有增加表面积，因为那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合理，好像表面积，你今天的 limiting factor 是因为它表面积不够。我不觉得，我觉得对细胞来说，你今天在更小的范围里面有更多的 protein， 浓度更高，它作用的效果会更好。其实大家有一个概念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听过fluid mosaic model？ 有吗？啊，没有。fluid mosaic model。OK， 那浓缩的地方，那个区叫什么名字？
什么叫 fluid mosaic model 啊？对，我觉得如果回答得出来的，值得1分。对，什么叫 fluid mosaic model？ 要回答好。就是 membrane protein 会流来流去。membrane protein 会流来流去，那叫 fluid 的这个字，那为什么叫 mosaic？mosaic 哪来的？因为有一些是 lipid raft。OK， 我得到我的答案就是有些是 lipid raft，right？ 它就比较浓的地方，它虽然大家可以流来流去，可是有些地方比较浓，所以你从远远看过去就会像是一个马赛克拼图，有些地方浓，有些地方淡这样子。那个地方叫 lipid raft， 然后你真的看的时候，为什么要 lipid raft？lipid raft 的功能是什么？为什么它浓？它要在那边浓？把一些需要一起作用的东西放在一起，就是让它一起流来流去。一起流来流去，对，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它的目的，这样刚才还是算1分好吗？虽然我问了你3个问题，我们是对在对话。这个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啊？你如果今天的 signaling receptor， 它上面有很多 receptor， 有很多 protein， 有很多 signaling 的这些东西，如果它今天都平均的分布在细胞膜上面的话，你的 ligand 来的时候，它是不会作用的。你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浓度以后，现在细胞里面很多东西都是这样，你必须要有 activated 的这些东西要达到一定的浓度 ，local 的浓度要够高，它才会启动下游的反应。OK， 所以如果它今天平均分布了很多 receptor 在那平均的自由的流动来说，它拜上去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它就必须要把它聚集在一起，然后很浓的一坨东西来的时候，以后它才会可以启动够多的下游的因子，所以它的那个 pathway 才会被 activate 起来。这就是一样的概念，所以 lipid raft 是一种方式啊，这个也是啊。如果它今天分布了表面积变很多的话，它其实这些电子传递链其实是更不好作用。你如果这样去想的话，你就会知道说之前的那些概念其实是不合理的。OK， 然后外面有一大堆这些洞，怎么可能会建立 membrane potential？OK， 所以这个我们要 update 的这个图就这样子。这个呢，它旁边其实有一些所谓的 MICOS，OK， 这些东西呢，它会让它们变成是一个封闭的环境，所以这边的电子传递链才可以建立 membrane potential 去做这件事情。OK， 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然后再继续讲。